这下真的麻烦了。金柳成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李湘小声坦白，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漫画。还没等金柳成缓过神，东条又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问他到底在想什么，甚至连西园寺也出现了，正等着他的评价。阿列克当众宣布，这就是他最近刚迷上的东西。周围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尖叫金柳成的名字。他无奈的捂住脸，根本想不明白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。昏迷了这么久，金柳成终于睁开了眼，旁边的人赶紧去喊老师。他看着陌生的天花板，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记忆慢慢回到了那个实验室，到处都是大火。他当时只想着保住硬盘，结果直接失去了意识。谁能想到一觉醒来，镜子里的人居然变了，这根本不是他的脸。在医院观察了2天，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离谱的事实，他居然魂穿到了别人身上。现在的他名字叫金柳成，只是个普通的初中生。事情总算弄清楚了，这身体的原主刚出完车祸，结果阴差阳错让他捡了个大便宜。以前在实验室过得跟地狱一样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现在倒好，那些破事全都跟他没关系了。金柳成跟着直觉回到了房间，虽然灵魂换了，但这身体的肌肉记忆还在，竟然熟练地带他找到了房门口，进别人的私密空间，总觉得心里毛毛的。毕竟从现在开始，他得彻底接手另一个人的生活。他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推开门，结果下一秒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。金柳成推开门一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满屋子全是动漫周边，这原主竟然是个资深宅男。看着这一墙的美少女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种反差也太离谱了。金柳成瘫坐在地上，心里彻底没底了，顶着别人的身份活下去，这事儿哪有想的那么简单？要是性格突然变了，家里人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对屋里这些东西一窍不通。就在他发愁要怎么演戏时，墙上的一张海报让他定住了，这上面的人怎么越看越像他自己？这下彻底实锤了，海报上的人连红绳的位置都一样。金柳成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竟然是个重度中二病，他这哪是在过日子，简直是在玩真人角色扮演，连穿衣打扮都在模仿漫画。为了不让身份穿帮，他赶紧在书架上翻找起来，想看看这原主平时都演些什么，格斗、美食、校园恋爱，这涉猎范围也太广了。直到他翻开一本轻小说，那封面上的画风简直让他没眼看。不过盯着这封面看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上面的角色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这本叫《大乱斗》的漫画，简直就是那个世界的销量神话。龙司、李湘还有结花，这些角色当年可是红透了半边天。作为恋爱喜剧的天花板，他曾经让无数粉丝疯狂熬夜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书的结局竟然直接烂尾了。男主最后选的人让全网粉丝彻底炸了锅，网上的谩骂声到现在都没停过，大家都觉得这结局简直是离谱。金柳成看着手里的漫画，终于明白原主为什么这么入戏了，这哪是普通的爱好，这简直就是他的精神支柱。看来想要彻底融入这个身份，还得先把这本烂伪神作研究透才行。这漫画简直有毒，一看就根本停不下来。金柳成越看越上头，结果直接熬了个大通宵。天都亮了，他坐在自家的餐馆里，脑子里全是昨晚看的剧情。这原主的品味确实有点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老妈压走了过来，让他帮忙盯着点店里的生意，自己要先出去一趟。为了不露馅，他硬着头皮开启了中二模式，对着老妈低声说：“遵命，我的造物主。”没想到这一招居然真管用，老妈不仅没怀疑，反而觉得他跟平时一模一样。金柳成这下彻底无语了，这方法居然真的行得通。原主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怪胎？家里开餐馆确实方便，别的先不说，起码这蛋白质是管够了。金柳成正打算招待客人，结果这一抬头，事情变得离谱了起来。门口站着的这2个人，怎么跟漫画里长得一模一样？结花正死死拽着龙司的胳膊说：“今天一定要请他大吃一顿。”龙司一脸的无可奈何，金柳成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眼前这个金发男人，不就是漫画里的男主龙司吗？他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穿越，结果现在才发现自己竟然直接掉进了漫画世界。咱们来捋一捋现在的状况。原本他只是个普通的研究生，结果倒霉遇上了一场大火。等再睁开眼的时候，身份已经变成了这个叫金柳成的少年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金柳成在漫画大乱斗里连个正经配角都算不上，纯粹就是一个查无此人的路人甲，一个注定要被剧情淹没的小透明。说起来也是尴尬，虽然知道这是漫画世界，但他压根没仔细看过这本原著，只是在网上刷到过一些片段。看着那边吵吵闹闹的2个人，结花正缠着龙司不放，这剧情简直跟书里一模一样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。既然自己只是个路人甲，那只要离这些主角远一点，不就能安稳过日子了吗？只要不跟龙司扯上关系，他就还是那个平凡的餐馆打工人。这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其实也挺不错。为了不让周围的人起疑心，金柳成直接开启了学霸模式。毕竟前世是个研究生，这些高中课业对他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。他特意选了一所离主角团最远的学校，还混进学生会当起了模范生。只要躲得够远，应该就能彻底摆脱那本烂尾漫画的剧情。但光有安稳日子还不够，他开始在笔记本上筹划更大的计划，攒钱、买股票、搞投资。既然知道未来的走向，那必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在这个随时可能崩坏的世界，只有手里握着足够的筹码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除了搞钱和学习，金柳成还发现了一件保命神器，那就是疯狂撸铁。毕竟在这个随时会崩坏的世界，只有肌肉才是最靠谱的保险。就算是恋爱喜剧，关键时刻也得靠拳头说话。结果
这一练他居然彻底上瘾了，这种付出就有回报的感觉，对他这个前任研究生来说，简直比搞科研还要爽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谁也没想到，再次露面时的他已经完全变了个样。转眼到了开学季，校园里到处都是新生，但其中一个人的气场明显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经过这段时间的魔鬼训练，金柳成已经彻底脱胎换骨。这1米8几的大个子，走在路上简直就是焦点，连路过的女生都忍不住侧目。但他现在没心思管这些，径直走到了公告栏前。这身材往那一站，压迫感直接拉满。老同学山田太郎赶紧跑过来，笑着跟他打招呼。山田太郎好奇地问：“柳成，你分到哪个班了？”金柳成盯着眼前的名单，语气却显得有些低沉。他说：“现在还不知道。”时间过得真快，金柳成已经升入高2了。不过，为了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他这几个月简直是在玩命训练。毕竟，这可不是普通的世界，外星人、幽灵还有黑帮，随时都可能从角落里蹦出来。想要不被卷进麻烦，就要先让自己变得足够强悍。金柳成这么拼命训练，可不是单纯为了练块头，而是为了在那个未知的未来能有活下去的本钱。既然已经平安度过了1年，接下来的日子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就在他刚准备进教室时，一个元气满满的声音突然从身后转了过来。石口麻也笑着招手说：“龙司，早安呀！”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少女，竟然就是这个世界的正牌女主角？龙司一脸丧气地说：“今天早上简直糟透了。”金柳成坐在后面，心里只有2个字：完了。他千算万算，竟然还是跟这个原著男主角分到了同一个班，这下真是到了大霉。本来特意跑这么远上学，就是为了躲开这些麻烦，要是被卷进主角的剧情里，安稳日子可就彻底泡汤了。龙司还在那不停抱怨，说自己不仅丢了钱包，还在街上撞到了个陌生女孩。听到这，金柳成心里咯噔一下，撞到人，这熟悉的套路，麻烦果然还是找上门了。老师推门而入，大声喊着让大家赶紧回座位。马野见状，赶紧吐了吐舌头，溜回了自己的位子上。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一脸神秘地卖起了关子，说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底下的学生们都在小声嘀咕，这开学才第2天，能有什么大事？结果老师嗓门一抬，大声宣布：“欢迎我们的转学生！”话音刚落，李湘就闪亮登场，元气满满的答应了一声。李湘这一露面，全班瞬间炸开了锅，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外国人。老师敲着黑板提醒大家，上课的时候眼睛要盯着黑板看。接着他转过头让李湘做个自我介绍。李湘大方方的笑着说：“我叫岸本李湘，是从静冈转学过来的。我最喜欢猫咪和甜食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”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少女，金柳成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跟主角分到一个班，这种转校生女主角的戏码迟早都会上演。他翻出手机确认了一下，果然没错，这个叫李湘的女孩，哪怕是没看过原著的人，也知道她是人气榜上雷打不动的头号女主角。老师随手一指，让李湘坐到龙司旁边，还特意叮嘱要好好照顾新同学。龙司这下彻底傻眼了，这不就是今天早上那个在大街上撞到的暴力女吗？李湘显然也认出了她，指着龙司的鼻子大喊：“你这个变态，早上撞了人还想赖账！”龙司气得当场炸毛，谁是变态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结果老师还在旁边乐呵呵地说：“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，赶紧坐过去吧。”李湘沉着脸走到座位坐下，龙司被这气势吓得一哆嗦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头扭到一边，摆出一副完全不想搭理他的架势。就在气氛尴尬到极点时，李湘突然掏出一个钱包，没好气的塞给龙司，问他是不是早上丢的。龙司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。看来这2人之间的火药味总算是消散了一点。看着这2个人在那演欢喜冤家的戏码，金柳成只觉得头大，这种日子居然还要过2年，他现在满脑子只想赶紧转学。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这尴尬的第一课总算是熬过去了。同学凑过来问金柳成：“这本漫画杂志你看完了吗？能不能借我瞧瞧？”金柳成随手递了过去：“你想看就拿去吧。”在外人眼里，他是个离不开漫画的高中生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可不是为了消遣，而是为了保命。这个世界完全是按照恋爱喜剧的套路在走，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，就能预判接下来的剧情。为了不被突发状况搞死，他必须时刻关注最新的连载，摸清各种故事走向。结果还没等他分析完，眼前的画面就让他停下了动作。龙司突然冲过去，一把抓住了李湘的双手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谈谈，能不能跟我来一下？”这突如其来的私下约谈，龙司主动开口，想跟李湘聊聊早上的事。李湘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他走出了教室。这下班里可炸锅了，大家都在背后小声嘀咕：难道这2个人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？金柳成在旁边看着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他随便找了个借口，也跟着起身出门。他这一动，周围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明明只是说去个厕所，但这吓人的气场，简直像是要去砸场子。金柳成一出现，走廊里的气氛瞬间变了，各种离谱的传闻满天飞。有人说他是暗杀传人，还有人说他是黑道大佬。看着大家像躲瘟神一样往2边退，金柳成心里也挺无奈。他不过是稍微练了练块头，结果在别人眼里就成了惹不起的怪物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起码赶路的时候没人敢挡道。他现在得赶紧去盯着那2个人的动向。虽然他自认看透了恋爱喜剧的套路，但为了保证预判不出错，必须得去现场收集第一手情报。在这所学校里，想要避开人群说悄悄话，最经典的地方只有一个：学校后面。龙司这下是真急了，双手合十拼命道歉，生怕对方不原谅自己。
躲在旁边的金柳成都看傻了，这简直就是恋爱喜剧里的标准道歉姿势。李湘本来还想端着架子，结果下一秒就彻底破功，直接笑出了声。他笑着调侃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人居然这么单纯，看来这招虽然土，但效果确实没话说。”闹了半天，李湘根本就没生气，刚才那副样子纯粹是看龙丝反应好玩，故意逗他呢。躲在草丛里的金柳成还在那儿看戏点评，觉得这就是典型的恋爱喜剧，人气美少女配上男主角，剧情稳得不行。结果他还没感慨完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。这下轮到金柳成倒霉了。学生会长西园寺正拿着扇子冷冷地盯着他，把他当成了偷窥狂。这位小姐可不好惹，背景身后权力又大，金柳成这回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位西园寺小姐看着像个反派恶女，其实在原本的故事里，也就是个给主角龙丝当陪衬的凑数角色。金柳成一心只想当个路人，为了装得像个普通人，他也是费了不少劲。结果他所谓的正常，居然是扛着一大捆树枝，非说要送给学生会当装饰。西园寺盯着这捆树枝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最后居然还真伸手接了过去。谁能想到这堆随手捡的破树枝，西园寺居然真的收下了，还说要带回办公室好好装饰。金柳成自己都懵了，本来只是想随便找个借口，结果对方不仅没生气，反而还挺受用。紧接着小姐话锋一转，问他在这儿晃悠什么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找他。西园寺不由分说，直接要带他去吃午饭，还故意调侃他长得太凶，怕他一个人吃饭没人理。结果金柳成一句话，直接把他的幻想给戳破了。学校食堂可没有那些高级货。西园寺在那儿夸夸其谈，说他对平民生活了如指掌，还提到了金柳成家的腊猪肉盖饭，看那架势，真把自己当成微服私访的小姐了。金柳成在旁边听得直摇头，这位小姐虽然嘴上说接地气，但那股子高高在上的劲儿，真是一点都没藏住，明明是在夸人，听者却像是在施舍。西园寺大手一挥，非要带金柳成去食堂吃顿好的，结果金柳成说学校食堂没有腊猪肉盖饭。西园寺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追问那到底能吃点什么？金柳成淡定地回了一句，只有最普通的牛肉盖饭。牛肉盖饭这4个字对西园寺小姐来说简直比外星语还难懂，刚才还吹牛说自己懂行，这下彻底露馅了。金柳成在旁边看得明白，这位小姐正愁怎么下台呢，结果一个严肃的声音突然打破了尴尬。慎二郎急匆匆地找了过来，开口就是准备好的牛排要凉了，这才是人家该吃的午饭，什么盖饭根本就不在计划内。可慎二郎一转头，看见金柳成在那儿站着，火气唰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原来金柳成也是学生会的成员，结果他天天旷工玩消失，这下被慎二郎抓个正着，看他待会儿怎么解释。慎二郎这一开口，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，他居然当众爆料说小姐为了找金柳成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金柳成听得一脸懵，这信息量确实有点大。西园寺这下彻底急眼了，拼命想堵住这家伙的嘴，这种丢人的秘密怎么能当着当事人的面说？可是二郎护主心切，非要找金柳成讨个说法，甚至还要为了小姐去拼命，最后还是西园寺硬拽着他，用那顿快凉了的高级牛排，才勉强把这尊大佛给拖走。临走前还不忘回头放狠话，要是再敢让小姐受委屈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刚才那场闹剧让金柳成彻底看傻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放学后的老地方，他往那一站，周围的人都下意识躲着走。没办法，这身材确实有点太吓人。看来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块头大就是硬道理。金柳成对自己这身肌肉那是相当满意，反正主角们正忙着走剧情，他只要当各路人甲，安稳过日子就行了。结果还没高兴2秒，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声音，居然是今天刚转学的李湘。他笑眯眯的打招呼，还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。金柳成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这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李湘居然主动凑了上来，还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开口就要问路。金柳成心里咯噔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李湘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指了指他包上的名牌，这不明摆着写着呢吗？金柳成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防备了半天，结果是自己把底牌给亮了，这场面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李湘突然笑着说，你果然是个好人，我之前的直觉没错。金柳成这下彻底懵了，难道自己在他心里形象居然这么好吗？他忍不住开口问，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李湘一脸理所当然，谁让你在教室里一个人散发着那种奇怪的气场，想不记住你都难。李湘在那儿滔滔不绝，说外面全是关于他的传闻，什么一个人单挑50个黑帮，甚至还被雅库扎看中了。金柳成听得头都大了，这误会真是越来越深。他本想低调当个路人，谁能想到竟然被全校最受欢迎的女生盯上了。看着李湘那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金柳成心里很清楚，平静的生活彻底结束了。李湘这下有点不高兴了，我都夸你是好人了，你居然连个反应都没有。金柳成只能尴尬地回了一句，谢谢你的夸奖。李湘接着开启了滤镜模式，他说班里同学都误会你了，那些恐怖传闻肯定都是假的，你只是看着凶器时心肠比谁都好。还没等金柳成反应过来，李湘直接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宣布从今天起咱们就是好朋友了。金柳成这下彻底没招了，看来想靠装凶吓跑这姑娘是完全不可能了，这下麻烦真的大了。既然躲不掉，金柳成决定将计就计，既然他觉得我是个好人，那我就把这人设演到底。他客客气气地回了一句，以后请多指教。
李湘这姑娘果然好骗，直接高兴的找不着北了。金柳成心里正得意，觉得局面总算稳住了。结果李湘突然拿出一张地图，问他知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他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这地址竟然在顶级富人区，看来这姑娘的背景比他想象的还要麻烦。李湘这下更兴奋了，他说目的地离家特别近，两人正好可以坐同一班地铁，还感叹这是什么特别的缘分。金柳成心里也犯嘀咕，两家竟然只隔了2个站，这下想装不认识都难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但他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，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，李湘应该跟龙司产生交集才对。最要命的是他根本没看过这本原著小说，既然对未来的发展一窍不通，他决定换个思路，与其靠着路人身份瞎猜，不如直接从李湘身上套情报。只要能搞清楚接下来的剧情，说不定还能给那两人当个军师。跟李湘走得太近，其实是个不小的威胁。但金柳成转念一想，这种老掉牙的恋爱桥段，应该不至于把剧情带偏。既然名义上是朋友了，那干脆表现得大方一点。他主动提出请客喝饮料，李湘也没客气，直接选了最爱的可乐。看他喝得这么开心，简直像是在喝什么仙丹。李湘一边喝一边感叹，碳酸饮料果然才是最棒的。原来为了管理身材，他已经戒了很久的甜水了。说到自我管理，李湘突然来了兴致，直接掏出手机显摆起来，说他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竟然还是个杂志模特，照片里的他确实挺惊艳，跟平时这副元气少女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。李湘正等着被夸呢，结果金柳成一开口就冷场了。他盯着照片看了半天，悠悠地问了一句：“这跟本人差距有点大呀，难道这就是化妆的力量？”这句话一出，李湘当场就炸毛了，正准备好好理论一番，结果地铁刚好进站，广播声直接盖过了他的怒吼。金柳成反应倒快，趁机招呼他赶紧上车。这话题转移的生硬，李湘虽然气得不行，也只能先跟着他往车厢走。金柳成这长相确实太唬人了，刚进地铁站，周围的人就开始小声嘀咕，都把他当成了哪里的黑道大哥，吓得根本不敢靠近。李湘倒是心挺大，还开玩笑说这是托了他的福，周围居然空出这么大一片地儿，简直是坐地铁的特殊福利。金柳成听了只想叹气，这哪是什么福利，分明是走哪儿都被人当成危险分子，这种路人剧本演起来实在是太累了。好不容易到了站，两人也该个回个家了。李湘笑着跟他打招呼告别，感谢他这一路的照顾。就在金柳成准备转身离开时，李湘却突然又叫住了他。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刚才忘了交代吗？李湘这姑娘是真主动，车门都要关了，还不忘笑着问一句：“明天咱们还能见面吗？”看着列车呼啸着离开，金柳成一个人站在站台上，半天没挪动步子。他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明明只想安稳当个路人，怎么这剧情的发展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？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好不容易熬到午休，金柳成正打算一个人躲个清静，谁能想到这顿饭注定吃不消停。李湘突然找了过来，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接下来的话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李湘看着独自吃饭的金柳成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他忍不住问：“你该不会每天都一个人在这吃吧？”金柳成倒是一脸淡定，他说在教室吃会让大家不自在，而且自己也挺享受这种清静。就在李湘坚持要陪他的时候，金柳成却提起了他曾经说过的话：“只要耐心等待，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真正的他。”这话一出，李湘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气氛很快就轻松了起来。他盯着金柳成手里的紫菜包饭，满脸都是好奇。看着金柳成手里的便当，李湘忍不住问：“能不能让他也尝一个？”金柳成虽然有点猛，但还是把便当递了过去。李湘觉得金柳成这人挺有意思，干脆提议以后每天都一起吃。结果金柳成却没个正经，说自己可没法天天给他做饭。这下李湘彻底急了，直嚷嚷说自己才不是为了蹭饭。李湘这性格比想象中还要开朗，相处起来一点都不尴尬。这一口紫菜包饭下去，他整个人都被征服了。看来传闻是真的，金柳成家里的手艺确实名不虚传。既然李湘这么给面子，金柳成也客气了一下。李湘顺势拿出了自己的回礼，说是要让他尝尝亲手做的玉子烧。金柳成也没多想，直接夹起一块放进嘴里。结果这一口下去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味道简直让他怀疑人生。虽然说生活需要点甜，但这甜度明显已经超标了，感觉自己吃的不是蛋，而是直接在啃糖块。看着李湘一脸无辜的样子，金柳成忍不住问他到底放了多少糖，结果人家觉得这只是正常水平，还反问他是不是太甜了。看来这姑娘对甜味的理解跟普通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金柳成突然开启了养生模式，直言李湘这种吃法身体迟早要抗议，甚至还想教他做无糖餐。李湘好奇地打听他的秘方，结果金柳成憋了半天就蹦出一个盐字，这种口味确实让人没法戒。虽然嫌弃他的品味，但李湘觉得这人实在有趣，干脆约好以后天天一起吃。金柳成哪见过这种热情，一时间竟然有点招架不住。就在气氛最暧昧的时候，一阵刺耳的哨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两人在这躲着吃饭，竟然撞到了西园寺的枪口上。这位会长大人直接暴走，上来就给两人扣了个大帽子，说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。金柳成听得一头雾水，不就是在这儿吃个饭吗？怎么就成不正当关系了？西园寺却不依不饶，觉得孤男寡女躲在角落，这不明摆着有猫腻吗？就在这时，慎二郎突然现身，直接把话给顶了回去。金柳成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，最近不管走到哪都能撞见学生会的人，这频率高的离谱，到底是公事公办，还是有人在故意盯着他们？
李湘突然一拍脑门，说自己终于想起来了，这位不就是传说中的暗黑学生会长吗？西园寺整个人都听傻了，什么暗黑会长？这外号到底是谁起的？李湘还没停下，说早就听说西园寺喜欢穿小一号的制服，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西园寺记的话都说不利索了，强调这是为了彰显学生会的威严，根本不是什么奇装异服。结果李湘反倒安慰起他来，说自己也经常被当成在玩角色扮演，只要西园寺能挺起胸膛，他也就觉得没那么丢人了。这番神补刀杀伤力实在太大，西园寺的威严瞬间崩塌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西园寺这下彻底破防了，丢下一句苍白无力的狠话，带着人落荒而逃。慎二郎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这场莫名其妙的对峙总算是暂时收场了。李湘坐在一旁一脸无辜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杀伤力有多大。金柳成也只能沉默，这女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？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，结果刚回到教室坐下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就又在门口响了起来。李湘一进门就盯上了金柳成手里的手册，好奇他怎么都高二了，还没加个社团玩玩。金柳成解释说去年太忙，现在总算有空找点乐子了。李湘立马提议，干脆放学一起去各个社团转转，与其坐在这儿瞎琢磨，确实不如直接去现场看看。金柳成站起身准备跟李湘一起出发，可接下来的话却把李湘给吓了一跳。金柳成居然打算把所有的运动社团全都逛一遍，看着他那副阴沉的样子，简直像是变了个人。这下金柳成是不打算藏了，极阳体质的气场全开，他也想亲眼看看自己这股力量的极限到底能到什么地步。操场上这两个小混球踢得不怎么样，口气倒是一个比一个大，真把这当成自己家地盘了。就在他们互相吹牛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这两人刚想发火，回头一看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来的人竟然是足球队队长亮平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所谓双人组，这下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道歉之后转头跑得比谁都快，虽然麻烦解决了，但队长的表情并不轻松，他在担心今年的新生里难道真的一个亮眼的都没有吗？足球队队长亮平还在发愁，现在队里最缺的就是人才，他做梦都想要一个强力新生来彻底改变局面。刚才那两个被赶走的混混嘴上还是不服气，一边走一边吹牛说打架靠的是经验，结果话还没说完就直接撞上了一块铁板。金柳成只是在那站着，这两人就感觉气压不对，他冷冷地问了一句，刚才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。这两个倒霉蛋抬头一看，魂儿都快吓飞了，他们认出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传说中暗杀术的继承人金柳成，刚才还叫嚣着要报仇，现在恨不得多长两条腿，一边惨叫一边逃命，只留下金柳成在原地一脸懵地看着他们远去。李湘又在旁边开启了唐僧模式，埋怨金柳成不该到处跟人起冲突，明明说好要跟同学搞好关系，结果金柳成也很委屈，他只是因为有人搭话才看了一眼，看来想当个普通人真的没那么容易。两人刚走到操场边上，足球队的人就彻底坐不住了，看到金柳成这尊大佛出现，队员们连球都不敢踢了，都在猜他是不是来找麻烦的，难道是为了刚才那两个混混专门跑来打击报复？关键时刻还是亮平比较沉得住气，他让大家伙都冷静点。金柳成这种级别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浪费时间？虽然学校里到处都是他的负面传闻，什么暴力狂被强制入会，但亮平在亲眼见到本人后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这个男人眼神里的东西绝对不简单。亮平主动找上门了，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压迫感简直强得离谱，这哪里像个高中生，简直就是个行走的重型武器。亮平还没开口，金柳成就先给了一个大惊喜，他居然是来申请加入足球部的。这句话一出，亮平整个人都听傻了。近距离观察才发现，金柳成的体格简直完美，虽然两人身高差不多，但那种极阳体质带来的气场，让亮平觉得自己像是面对着一座大山。这下亮平觉得是捡到宝了，脑子里已经开始幻想带着金柳成横扫全国大赛的画面，只要这尊大神能上场，冠军基本上就是稳拿了。不过想进队也没那么简单，亮平指点球点，既然是来踢球的，那就要先看看真本事，这一脚下去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。既然只有一次机会，金柳成决定彻底豁出去了，他把平时300公斤深蹲的力量全部灌注在这一脚上，这一球踢出去，感觉空气都要被撕裂了，全场人都看傻了，甚至没人看清球是怎么消失的。队长亮平还在盯着球门发愣，结果球网里空空如也，球居然凭空不见了。等大家回过神来低头一看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足球根本没飞出去，而是直接在原地被踩爆了。亮平这下彻底怀疑人生了，这真的是人类能踢出来的力量吗？看来足球这项运动对他这种体质来说还是太脆弱了。金柳成无奈地摇摇头，转头问李湘，学校里还有没有更耐造一点的社团？李湘这下是彻底玩嗨了，拉着金柳成就要去篮球部接着逛，可他完全没意识到身后的足球队员已经吓得不轻，在别人眼里这哪是来找社团的，这分明是打算挨个踢馆。消息一下子在学校里传疯了，大家都觉得金柳成要横扫体育部，整个校园都因为这个男人彻底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下一步。就在这一片混乱的议论声中，一个神秘少女停下了脚步，听到金柳成这个名字，她的反应明显跟别人不一样，这哪是来体验社团的，简直是来拆迁的。篮板被扣碎，球场被打穿，所到之处全是尖叫。李湘倒是挺兴奋，居然还玩起了社团宾果。金柳成淡定地问李湘，
还剩几个社团？原来在这等者呢。看这架势，李湘是要当专业军师了。他推了推眼镜说：“根据我收集的大数据，现在还剩3个社团：田径部练体力，游泳部练全身，最后还有个剑道部。”李湘这一套一套的专业分析，把金柳成都给整不会了，连眼镜都不知道是从哪套出来的。他还挺得意，说只要一句话，天涯海角都能带路。金柳成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突然问了一句：“李湘，你除了当模特，是不是还演过戏？”这一下直接把李湘问卡壳了。看这反应，难不成还真被猜中了？金柳成这一问，李湘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反应明显是心里有鬼。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，毕竟这学校的设定总让人忍不住往歪处想。李湘赶紧拉住他的胳膊，一边打马虎眼，一边催着要去下一个社团。金柳成也识趣，既然他不想说这事儿，就先翻篇了。反正有些秘密还是不知道比较安全。走吧，去剑道部看看。金柳成刚走到剑道部门口，整个走廊就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转。那个横扫各大社团的男人来了，他这自带低气压的气场，确实把不少人给镇住了，连拿麦克风的记者都吓得不敢往前凑。就在局面僵住的时候，李湘又推着眼镜站了出来，他大声宣布自己现在是金柳成的经纪人，想要采访或者挑战得先过他这一关。金柳成刚踏进剑道部的大门，气氛就变得有点不对劲，屋里的人明显是等候多时了。剑道部部长风间游纪香直接带人围了上来，说他借着社团体验的名义，在学校里横着走，简直就是个3流的踢馆选手。他手里的木剑直接指向金柳成，放话要在这里终结他的连胜记录。面对这种火药味十足的场面，金柳成倒是一点没在怕的，反而一脸淡定地问入部申请书在哪里。这下轮到对方愣住了，他到底是真傻，还是根本没把这群人放在眼里？既然金柳成这么狂，风间游纪香也不打算废话了，直接定下规矩，谁先打中一下就算赢，他要亲自下场终结这个男人的连胜记录。这下全校学生都疯了，纷纷拿出手机准备记录。在大家眼里，这就是一场正义对决邪恶的戏码，所有人都盼着风间游纪香能赶紧收拾掉这个人间兵器。金柳成听着周围的喊声，心里那叫一个郁闷，自己明明是来体验社团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全校公敌了？看来今天这大反派的人设，他是彻底坐实了。风间游纪香这一嗓子，直接让全场都闭嘴了。他放话，这是私人对决，闲杂人等赶紧清场。要是谁敢硬闯，他不介意在开打前先拿这些围观的开刀。这种压迫感确实不是普通学生能有的。李湘也察觉到了，这个风间游纪香的气场跟之前那些社团完全不同。金柳成心里也清楚，看来今天这回是真撞上硬茬了。这股压迫感绝对不是闹着玩的。风间游纪香的身后竟然浮现出一条巨蟒的幻影。金柳成叮嘱李湘留在外面，这种级别的对峙，普通人确实插不上手。走进道场，风间游纪香已经摆好了架势。金柳成看了看旁边的护具，无奈地表示这里根本没有他能穿的尺寸。风间游纪香盯着他高大的身材看了一眼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他也决定脱掉护具直接开打。金柳成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待会儿受了伤，他可概不负责。这话一出，风间游纪香直接被逗笑了，他觉得这简直是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在他看来，金柳成别说想赢了，恐怕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。风间游纪香眼神一冷，直呼其名，让他做好准备。谁能想到金柳成这身手竟然能跟游纪香打得有来有回？这小子虽然名声不咋地，但确实有2下子。可惜业余的终究是业余，在真正的练家子面前，这点本事根本不够看。游纪香已经看穿了一切，但金柳成的眼神却冷静得让人发毛，全是破绽。游纪香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金柳成还是太年轻了，一个简单的假动作就让他彻底失去了平衡。游纪香冷笑着说：“真是个蠢货，连这种套路都看不出来。胜负已定，一切都要在这里结束了。”反转来得太快了，谁能想到金柳成竟然徒手接住了木剑？这哪还是刚才那个业余选手？这股恐怖的压迫感简直像个怪物。游纪香被吓得连退10几步，刚才要是慢上1秒，自己恐怕就彻底交代在这了。可金柳成却一脸懵，这女人怎么突然跑了？难道是在故意让着我吗？坏了！游纪香这下发现自己踢到硬茬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先倒下的绝对是自己。他不打算留手了，直接使出压箱底的大招，这一击就要彻底分出胜负。他冲着金柳成大喊道：“到此为止了！”可面对这玩命的一击，金柳成竟然动都不动，他到底在等什么？游纪香这一招确实狠，金柳成根本没躲开，结结实实挨了一记重击。游纪香冷笑着说：“金柳成到此为止了，连这种假动作都看不穿吗？”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局面瞬间失控，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把他轰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赢的人应该是他才对。游纪香整个人都被掀翻了，他还以为对方用了什么暗器，结果低头一看，手里的木剑竟然被震碎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招式，而是纯靠身体素质的硬碰硬。看着金柳成那恐怖的气场，游纪香这下彻底明白了，在这个怪物面前，任何技巧都是白费力气。一晚上的功夫，金柳成的名号就传遍了全校，大家都说他一个人挑了整个剑道部，甚至有人觉得他要称霸学校了。金柳成自己也没想到，这给养体质居然强得这么离谱，现在全校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就在这时，李湘像往常一样跑了过来，他笑着打招呼说：“早啊！”看来在这个学校里，也就只有他还敢这么自然地跟他说话了。砰的一声，教室门被直接踹开，红发少女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，指名道姓要找龙丝。全班同学都懵了，这可是
剑道部的狠角色东条，他一开口就是兴师问罪，说昨天去医院看过了，剑道部的人全被龙司给废了。龙司还想解释是误会，可对方根本不听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看这架势，今天这事儿绝对没法善终。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，石口麻也突然冲进教室，他大声喊着：“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！原来那天是剑道部的人，先在小巷子里找麻烦。龙司是为了救人才动的手。”真相一出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东条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闹了半天，竟然是自己人先丢了脸，这报仇简直成了笑话。这下事情彻底清楚了，麻也亲口证实龙司确实是见义勇为。东条听完直接沉默了，可谁能想到他接下来的反应更离谱，他指着龙司大喊：“既然你这么强，那就做我的男人吧！”这话一出，全场人的脑子都烧了。这反转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？这反转来得太快，东条直接上手抓人了。刚才还要兴师问罪，现在居然当众要定下他。旁边的麻也直接崩溃，这逻辑完全说不通啊！金柳成在旁边都看无语了，这剧情发展实在是太离谱了。李湘倒是一脸期待，这出大戏是越来越精彩了。龙司这下是真的彻底被盯上了，整个教室现在已经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背后偷偷议论龙司到底会选谁当女朋友。毕竟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劲爆了，谁能想到这妹子居然敢当众指着男生的鼻子表白？金柳成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，心里倒也觉得正常，毕竟这种重磅炸弹丢出来，学校想安静都难。就在这时，李湘突然凑了过来，轻声叫住了他。李湘一脸八卦的凑过来，非要问金柳成，龙司最后到底会选谁？金柳成表面上在那装糊涂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按照原本的剧本，男主最后肯定会选青梅竹马。可李湘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愣住，这妹子居然打算亲自下场，给别人当恋爱导师。李湘在那吹得天花乱坠，自封是什么顶级情感大师，说找他咨询的人能排到校门口，结果金柳成一盆冷水泼下来，直接把他给整破防了。人家当事人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在这瞎操什么心？可李湘不仅没打算收手，反而表现得比谁都积极。这妹子到底在执着什么？金柳成刚走进教室，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。那个平时风风火火的东条，今天居然表现得这么深沉。旁边的同学赶紧凑过来爆料，说这妹子一大早就来蹲点了，非要等那个人出现，说是为了之前的事想请客道歉。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哪是单纯的道歉啊，打着请客的幌子去约会，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吧？谁能想到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东条，背景竟然这么吓人？她居然是顶级黑道组织的千金大小姐。同学在那说的口水横飞，强调这家人有多不好惹。结果金柳成听完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这反应直接把同学给整不会了。在金柳成眼里，只要对方没动手，管他是哪家的大小姐，这哥们儿也是个奇葩。被金柳成的淡定彻底折服，非要当场认他做大哥，把金柳成整得浑身不自在。不过说真的，要是按照漫画的套路，这种黑道千金倒追的戏码，接下来肯定要出大事。果不其然，东条那边已经彻底炸锅了，他这哪是在道歉啊，简直就像是在强行逼婚，谁劝都没用。周围的男生都快羡慕疯了，觉得龙司这小子简直是人生赢家。可金柳成却在一旁看戏，这种福气一般人还真消受不起。东条的追求简直就是全校通缉，不管是教室还是男更衣室，他都能直接破门而入，老师在后面喊都拦不住。龙司现在是彻底没脾气了，被这位大小姐死缠烂打，他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这哪是约会邀请，这分明是催命符。就在这边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，李湘倒是挺淡定，她笑眯眯地凑到金柳成身边，问他黄金周打算怎么过。金柳成这假期过得挺实在，打算留在家里帮忙。结果李湘这妹子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开口邀请他去家里坐坐。这下金柳成也有点懵，去女孩子家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李湘赶紧抛出杀手锏，说家里漫画多得跟书店一样，这招对金柳成来说简直是精准打击。两人这就算约好了。不过金柳成看着李湘在那大口干饭，这小身板到底是怎么装下这么多东西的？李湘这凡尔赛发言真是绝了，他说自己是那种吃不胖的体质，而且营养全都长在该长的地方了。金柳成这下彻底接不住话了，结果李湘反手就是一个变态警告。正闹着呢，那个麻烦金东条居然杀过来了。李湘这眼神一下子就亮了，看来他是盯上新目标了。他直接凑到东条跟前，开口就问人家是不是在为情所困。东条正愁没人出主意呢，一听李湘要帮忙，简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毕竟李湘在学校里可是出了名的恋爱专家。金柳成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李湘这职业病又犯了，两个性格火爆的凑在一起，接下来的局面恐怕谁也控制不住了。东条还挺纳闷李湘是怎么看穿自己的，李湘直接开启大实话模式，说你天天往这跑，全校都知道你在找龙司。这话一出，东条急得赶紧捂住李湘的嘴，这要是被别人听见，他这面子往哪搁？既然被看穿了，东条干脆直接摊牌，他确实是想找李湘帮个忙，而且还是最麻烦的感情问题。金柳成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李湘刚才那兴奋劲，这出大戏怕是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李湘直接拍板，说明天大家要聚在一起好好聊聊。东条居然也爽快答应了。金柳成在旁边彻底看懵了，原本该是情敌的两个人，现在竟然要联手了，这剧情走向真是越来越离谱。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。金柳成打算去健身房出汗，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放一边。
结果一进门，这场面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平时挺正常的健身房，今天这帮人怎么跟疯了一样，全都在那疯狂加练，这气氛明显不对劲。难道今天又出什么大事了？就在金柳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。这声音听着确实耳熟，回头一看，居然在这儿碰到了熟面孔。游纪香倒是挺大方，主动感叹这世界真小，在这种地方都能遇上。金柳成盯着对方看了半天，终于把名字对上号了。这不是风间游纪香吗？金柳成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会在健身房偶遇游纪香。看来社团那点运动量确实满足不了他，只要他往这一站，周围这帮男的全都一下子跟打了鸡血一样。更巧的是，游纪香居然说他最近刚搬到这附近，这缘分真是说来就来。还没等两人多聊几句，一个重量级人物就突然现身了。馆长这助攻打的简直让人猝不及防，他非要让金柳成去带游纪香，还悄悄说人家是冲着他来的，这误会可真是闹大了。金柳成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馆长就直接开启了魔鬼模式，说是带新人熟悉环境，结果反手就加到了220公斤，还管这叫轻量热身。游纪香在旁边直接看傻了，这哪是健身，这分明是在玩命。但馆长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他在这一行混了20年，什么狠角色没见过，可像金柳成这种怪物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220公斤还不够，馆长直接把重量加到了270，金柳成居然一口答应，连个犹豫都没有。这下游纪香彻底看呆了，这哪里是在健身，这简直就是在玩命。可结果呢，他居然轻轻松松做完了5组。馆长在一旁得意的炫耀，说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。游纪香这才反应过来，这种离谱的力量和协调性根本不是普通高中生能有的，这分明就是传说中万中无一的给养体质。传说中那些力大无穷的英雄，其实都拥有这种给养体质，这根本不是靠后天努力就能达到的境界。回想起之前的交手，游纪香终于敢确定，金柳成身上那股恐怖的力量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该有的。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必须立刻向上头汇报。看来平静的日子到此为止了。与此同时，李湘和金柳成他们已经回到了东条家的大宅，侍从早就在门口候着了。谁能想到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东条，家里居然是搞极道的。金柳成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麻烦就先找上门了。这帮守卫一看到金柳成，直接当场炸了毛，指着他鼻子就开始大喊大叫，非说他是对头派来的刺客。东条气得直接跳脚，大声解释这是自己的朋友，可守卫根本不信，毕竟谁家高中生能长成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，这气场这体格，说他是来灭门的都有人信。金柳成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刚才守卫闹了那么一出，东条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一直在跟金柳成道歉。金柳成倒是一脸淡定，反正长得兄辈误会他早就习惯了。不过今天聚在一起可不是为了说这些。李湘已经穿好了围裙，准备开始他的恋爱厨艺讲座。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名厨。他在那儿讲的头头是道，说什么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搞定他的胃。东条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金柳成在旁边看着，总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。就在李湘自封为恋爱导师，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，3个人终于正式开工了。结果时间才过去没多久，厨房里就传出了一声惨叫。东条人生中第一个便当，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虽然看着挺像样，但刚才在厨房里的动静，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李湘在那儿疯狂指挥，东条手忙脚乱，差点没把屋顶给掀了，最后弄出一盘绿油油的怪物。金柳成在旁边看得直怀疑人生，这哪是什么恋爱喜剧桥段，这分明是在渡劫。为了大家的胃着想，金柳成决定不再袖手旁观，既然要吃，那就要整点专业的。金柳成这一出手，这火候，这架势，瞬间就把厨房变成了秀场。金柳成这一出手果然没让人失望，金灿灿的炒饭刚端上桌，2个女孩子就彻底沦陷了，这一口下去简直香得停不下来。李湘一边吃一边纳闷，这手艺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？金柳成倒是说得很坦然，其实就是不想让母亲太辛苦，所以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这番话听得李湘感动坏了。就在大家吃得正开心的时候，李湘突然一拍脑门，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，他神秘地看向东条，说自己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李湘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直接送了东条一大堆化妆品。看这架势，他是铁了心要帮东条大改造，连买衣服的行程都排好了。不过夸奖的话还没说2句，李湘就开始扎心了。他直言不讳的吐槽，说东条平时的穿衣风格简直跟路边的大叔没区别。这话一出，东条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金柳成在旁边听得直摇头，心想李湘这嘴也太毒了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。吐槽归吐槽，正事儿还是得办。李湘拉着东条就要进屋特训，临走前还不忘警告金柳成，老老实实在外面待着，接下来的变身环节可是女孩子的秘密，男人绝对禁止入内。李湘拉着东条风风火火的走了，留下金柳成一个人在原地发呆。刚才还说男人的意见很重要，结果转头就把他给晾在一边，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李湘倒是挺满足，她还挺期待东条接下来的约会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金柳成突然停下了脚步，
原来是想去便利店买本漫画周刊，没想到李湘也是个同道中人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直接冲向了书架。李湘笑着说，他老爸以前经常念叨，喜欢看漫画的人肯定坏不到哪儿去。金柳成这回没再开玩笑，反而一脸认真的看着李湘，说他今天为了东条的事，忙前忙后，操碎了心，才是那个真正善良的人。这话一出，李湘整个人直接卡壳了，他显然没料到这个平时闷声不响的男人，夸起人来竟然这么直接。还没等金柳成反应过来，李湘就跟火烧屁股似的，头也不回的冲向收银台，嘴里还嚷嚷着嫌他动作太慢。看着李湘落荒而逃的背影，金柳成站在原地一脸懵，他压根没往别处想，甚至还在琢磨这姑娘是不是突然肚子不舒服，急着找厕所呢。第二天一早，学校走廊里就彻底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小声议论，这到底是哪来的美女转校生，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？谁能想到这竟然是改造后的东条？李湘的特训果然厉害，现在的他简直跟变了个人一样。他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，径直走到龙司面前，当众递出一封挑战书，语气强硬的约他去个地方。龙司现在满脑子问号，看着眼前这个漂亮女生，他根本没认出来这是谁。来到涩谷街头，李湘还在兴奋的念叨，说东条之前的告白简直太霸气了。东条也趁热打铁，想让李湘改口叫他的名字。李湘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提议大家以后都互相叫名字。这下金柳成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默默跟在后面。结果一转头，他发现自己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——女装区。这地方他平时根本不会踏入。原来放学的时候，李湘非要拉着他一起，说是要给东条的约会挑一件战袍。没办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当这个参谋。就在这时，李湘看中了一套衣服，李湘这下是彻底进入状态了，拉着东条就开始疯狂扫货，看中哪件就拿那件，根本不给对方喘气的机会。东条看着手里这些可爱的衣服，心里直打鼓，这风格跟他平时的样子反差也太大了。李湘可不管这些，直接把人往试衣间里推，还特意让金柳成在外面守着，说接下来的事交给他这个大姐姐就行。看着李湘那副认真的架势，东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堵在了角落里。听着试衣间里传来的动静，外面的金柳成也开始犯嘀咕，这哪是试衣服啊，简直像是要把人给拆了。磨蹭了半天，东条终于肯从试衣间出来了。虽然嘴上一直抱怨裙子太短，但这身打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李湘赶紧拉着他去邀功，问金柳成感觉怎么样。金柳成也没吝啬夸奖，直言这套衣服非常适合他。看来人靠衣装这句话真没说错。谁能想到平时那个风风火火的东条，换件衣服就像完全变了个人。但就在这边还沉浸在约会气氛时，另一边的东条家大宅气氛却冷到了冰点。男人正带着一群人严阵以待，看着严肃的架势，家里显然是出大事了。坐在主位上的这个男人就是东条的亲生父亲，也是这一代最有权势的大佬。他语气冰冷地提了一句，听说东条最近有了喜欢的人。话音刚落，他反手就把短刀扎进了桌面，这一下把周围的部下都吓得不轻，谁都能看出来这位大佬现在心情糟透了。他头也不回地问随从，那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到底叫什么名字？随从赶紧低头回答，那个人叫龙司。看来龙司这回是真的摊上大事了。随从把龙司的底细查了个底调，原来这小子跟东条在同一所学校，而且最近东条的行为非常反常，先是破天荒的跑去理发店，接着又在商场疯狂买衣服。随从得出了结论，这周末东条绝对是要跟龙司去约会。这话一出，当爹的彻底坐不住了，他直接在大厅里咆哮起来，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龙司给撕了。周围的人怎么拦都拦不住，看来这位大佬是要动真格的了。他当场下达了集结令，让所有手下周末全部待命。这位老爸是认真的，他直接给全员下了死命令。这次行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全程跟踪女儿的约会，绝对不能让那个臭小子占到便宜。为了盯个梢，不仅首领亲自带队，甚至连手下的8大干部都全员到齐，这阵仗简直比去火拼还要夸张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几个人正坐在汉堡店里休息，李湘累得动都不想动，直呼逛街简直比打架还要命。金柳成在一旁忍不住吐槽，说他嘴上喊着没力气，吃起汉堡来倒是比谁都快。东条则是一脸感激，谢谢李湘今天陪他折腾了这么久。东条今天心情不错，特意请大家来吃汉堡。他看着金柳成那大块头，担心一个汉堡根本不够他塞牙缝，还大方地说想吃多少随便点。金柳成倒是挺客气，说自己中午吃的挺饱，而且比起面包更喜欢吃米饭。东条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，心里开始犯嘀咕，以前总觉得这家伙像个小混混，没想到接触下来人还挺细心的，果然看人不能只看表面。结果因为走神太久，直接被金柳成抓了个正着。他坏笑着问是不是脸上沾了番茄酱，把东条弄得有点尴尬。玩笑归玩笑，李湘突然提到了正事，问东条明天的约会路线定好没。东条还在那儿盘算呢，觉得约会不就是喝咖啡，然后再顺便看场电影吗？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李湘给当场否决了。李湘觉得这种老掉牙的套路简直是在浪费大好机会，他直接掏出手机，开始安利真正的约会圣地，那就是水族馆。在李湘这位恋爱导师看来，那里才是真正的表白神助攻。你想啊，周围全是游来游去的鱼群，光线昏暗又暧昧，在这种氛围下，就算不说话，两个人的距离也能瞬间拉近。李湘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把约会地点改在水族馆，明天的计划就稳赢了。东条也是真单纯，居然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。一旁的金柳成看得直摇头，这哪是什么恋爱大师，分明就是个唯恐
天下不乱的捣蛋鬼。夕阳西下，几个人在路口道别，东条还一脸感激的跟他们说再见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李湘的圈套里。等东条走远了，李湘马上露出了真面目。他凑到金柳城跟前，打听他明天有什么安排。金柳城只想在家安安静静看漫画，结果李湘语出惊人，说明天要带他去水族馆现场查岗。金柳城这下彻底无语了，李湘现在是彻底燃起来了，非要拉着金柳城一起去搞监督，说什么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就要对东条的幸福负责到底。金柳城也是拿他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街头突然安静了，路人纷纷往后退，好像生怕撞上什么大麻烦。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出现了，这压迫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。他盯着眼前的建筑，低声念叨着女儿约会的地方。龙司总算没迟到，今天的东条确实漂亮，这一身精心准备的打扮，直接把龙司给看愣了。两人正打算去喝个茶，却没发现身后还跟着2个全副武装的保镖。李湘和金柳城正躲在暗处观察着昨天的特训成果，眼看气氛越来越好，结果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东条的老爸就在附近，看这火气已经快压不住了。男人这脾气真是炸了，就因为让女儿等了5分钟，他恨不得把对方给撕了。手下赶紧劝他冷静点，毕竟这一大帮人聚在一起，实在是太扎眼了。为了不暴露行踪，这帮人决定化整为零，分成小组开始跟踪。男人还觉得自己这身伪装简直天衣无缝。另一边，李湘正开心地吃着大号冰激凌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就在身后。金柳城却发现不对劲了，这店里的气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诡异？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大叔，而且全都在盯着他们看。金柳城这下反应过来了，这些人恐怕全是东条家派来的。而另一边的龙司和东条还在兴高采烈地计划去看海豚，完全没发现这店里全是老爸布下的眼线。金柳城心里很清楚，这场约会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转眼到了地铁站，这人流量简直要把人挤扁了。龙司和东条被挤在人群里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负责保驾护航的金柳城和李湘也没能幸免，全都挤在这窄小的车厢里，跟沙丁鱼罐头没区别。李湘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整个人几乎都贴在金柳城怀里了。金柳城倒是表现得很可靠，一边挡住人群，一边安慰他，让他再坚持一会儿。车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眼看就要跟丢前面的目标。金柳城顾不上那么多，拉起李湘的手就往外冲，再不快点就真的挤不出来了。好不容易才挤出人堆，两人都有些狼狈。李湘小声提醒了一句，金柳城这才反应过来，手居然还一直紧紧抓着。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。李湘低着头说，下次记得抓轻一点。这下轮到金柳城愣住了，居然还有下次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前面的龙司和东条已经不见了。李湘急得不行，金柳城倒是一点不慌，反正目的地都是水族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在人群里发现了几张熟面孔，那些穿西装的家伙不就是东条家的那帮打手吗？看来这趟水族馆之行注定要出大事了。金柳城正猫着腰往前走，生怕被东条家的人认出来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男人一眼就盯上了这个可疑的背影。毕竟他这身板，就算穿着连帽衫也太显眼了。旁边的随从赶紧解释说，这小子前几天刚去过家里，是大小姐的朋友。男人这下反应过来了，这俩人肯定是放心不下，偷偷跟在后面保驾护航呢。既然已经跟丢了女儿，男人干脆决定玩一招黄雀在后，直接跟着这俩保镖走，肯定能找到约会地点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发了。另一边，龙司和东条总算到了水族馆，两人正高兴的往里走，完全没意识到身后已经跟了多少拨人马。可就在进门的一瞬间，龙司又被路边的混混给盯上了，对方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看这咬牙切齿的样子，显然是以前结下的梁子。这两个倒霉蛋又出现了，看着满身的伤全是拜龙司所赐，他们越想越觉得憋屈。凭什么咱们被踢出了剑道部，那混蛋却能在这儿悠哉悠哉的跟女生约会？红发男盯着远处的背影，咬着牙放狠话，这回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一定要让龙司付出代价。跟踪行动正式开始，李湘和金柳城一路尾随，直接潜入了水族馆。虽然里面黑灯瞎火的，但有些气氛根本藏不住。看这架势，这俩人的约会竟然比预想的还要甜。金柳城无奈地说，都到这份上了，咱俩也没必要在这当电灯泡了吧。既然跟踪已经没戏了，镜头一转，这俩人居然跑去公园野餐了。李湘看着满桌的便当，眼睛都直了，直夸金柳城这回是下了血本。金柳城倒是一脸淡定，说既然要跟踪，那肯定得先填饱肚子。于是这俩人就这么心安理得地，一边吃大餐一边盯着远处的动向。结果真正的重头戏来了，东条也拿出了自己亲手做的料理。别看东条平时大大咧咧，这次他是真的下苦功了，毕竟是第一次给喜欢的人做饭。为了这顿便当，他甚至专门跑去请教金柳城，没日没夜练了整整3天3夜。现在终于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候，龙司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忍不住惊呼，这手艺简直绝了。东条大方的招呼着，说自己特意多做了不少，让龙司千万别客气。龙司也是个实在人，拿起饭团就咬了一大口，结果这一吃直接让他赞不绝口。看到自己的心意被认可，东条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他干脆趁热打铁，直接夹起菜递到了龙司嘴边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，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了起来。东条这波主动出击，龙司根本没法拒绝，只能乖乖张嘴配合。这一口下去，龙司直接竖起大拇指，直夸味道好的没话说。谁能想到龙司竟然反客为主，直接喂到了东条嘴里。他一边喂，
还一边夸说这味道简直绝了。东条自己尝了一口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李湘在旁边看得起劲，觉得这俩人肯定稳了。可金柳成却发现事情不对，如果按照原有的剧本，结局根本不该是这样，这下恐怕要变天了。看着别人在那儿甜甜蜜蜜，李湘心里那叫一个羡慕，忍不住感叹自己也想谈场恋爱。结果金柳成一个灵魂拷问，直接把他给问住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位恋爱大师全是纸上谈兵，经验全是从漫画里看来的，这下底气全没了。李湘还在那儿硬撑，说自己好歹也给别人出过主意。金柳成可不吃这一套，眼看那边龙司他们动身了，赶紧催着李湘跟上去。李湘还在那儿不依不饶，金柳成却根本没当回事，随口敷衍两句就往前走，气得李湘在后边直跳脚。看他这副抓狂的样子，金柳成忍不住觉得有点好笑。不过现在可不是闹着玩的时候，正事要紧。镜头一转，龙司和东条正聊得火热，这气氛简直甜得掉牙，感觉随时都要发生点什么。躲在树后的金柳成看得真切，照这个势头法斩下去，东条恐怕马上就要表白了，真正的重头戏终于要来了。原本好好的气氛被一声闷响彻底打碎，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直接挡住了龙司的去路。带头的那个一脸坏笑，盯着龙司说：“总算找到你这个小白脸了。”看这架视觉对事来者不善，躲在后面的金柳成也懵了，这下约会彻底泡汤，龙司怕是遇上大麻烦了。这两个混混一上来就泼脏水，非说龙司是个到处撩妹的海王，明摆着是要在东条面前彻底毁掉龙司的人设。李湘吓得想赶紧报警，金柳成却一把拦住他，说等警察赶过来，估计黄花菜都凉了，要是真出事他会直接出手。龙司哪受得了这种气，当场就跟对方杠上了。可这俩混混不但不跑，反而还阴阳怪气的继续挑衅。就在这时，金柳成发现事情不对劲，盯着那两个带伤的家伙，他终于想起来这几个人到底是谁了。原来这俩货想动粗，是龙司及时出现救了马眼，结果现在他们居然倒打一耙。更离谱的还在后头，这俩混混哭天喊地，说因为跟龙司打架被开除了，以后再也见不到崇拜的学长了。合着闹了半天，这俩人是追星脑发作，把丢人的账全算在龙司头上，这清奇的脑回路，东条听得整个人都无语了。见过不讲理的，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犯蠢的。他指着那俩混混的鼻子一顿臭骂，说他们被踢出来纯属活该。谁知道这俩家伙不但没怕，反而盯着东条看了半天，突然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。他们阴阳怪气的嘲笑东条，说平时那个假小子居然也会为了小白脸化妆穿裙子，甚至还当众补了一刀，说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简直是一点都不搭。这下龙司绝对忍不了了，这俩混混越说越过分，竟然开始人身攻击，让东条别在这装可爱，赶紧回家。龙司这下彻底炸了，直接挡在东条面前，让他们把臭嘴闭上。可这俩货一点都不虚，反而一脸坏笑说今天可不是来单挑的，原来他们早就摇了人。随着这声老大救命，正主终于露面了。这壮汉盯着龙司，语气里全是杀气，原来就是你小子动了我的人啊。这俩小弟开始显摆了，说他们老大早田以前可是职业拳手，要不是因为酗酒斗殴被禁赛，现在估计还在拳台上拿冠军呢。龙司一看这架势，知道今天碰上硬茬子了，他赶紧让东条先走，说这帮人是冲着他来的。可东条哪是那种丢下朋友的人，死活都不肯挪步。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，早田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他冷笑着看着这两个人，说你们在这演什么偶像剧呢？话音刚落，他直接伸手猛地抓住了东条。早田这下是彻底不要脸了，居然当众调戏东条，让他别跟龙司这种怂包混。龙司哪里受过这种气，怒吼一声直接挥拳，结果早田一记重击结结实实打在龙司腹部。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，真正的狠角色终于坐不住了。金柳成让李湘在原地等着，看这眼神他是要亲自下场了。这混混头子也太嚣张了，把龙司打倒了还不算，竟然还要当众把东条带走。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这气场瞬间让周围安静了。是金柳成出手了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直接死死扣住了早田的手腕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早田，这下彻底僵住了。谁也没看清金柳成是怎么出手的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早田，直接被这股劲头震退了好几步。金柳成冷冷地盯着对方，语气里没有半点温度。我不想再说第二次，别用你那只脏手碰我的朋友。谁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现的，连对面的手下都看傻了。金柳成冷冷地说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朋友。早田还在那儿拼命叫嚣，觉得刚才只是被偷袭了，甚至还想放狠话威胁，让他见识一下后果。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劲，这种压迫感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有的。他还在不停的自我安慰，觉得对方只是个练过的普通人。手下还在担心，问会长是不是真的不管了，但看这架势，会长明显已经坐不住了。时间回到几分钟前，这帮人原本在公园吃午饭，结果一转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。手下急得团团转，终于在不远处发现了情况。会长，快看那边！早田还在撒野，死死拽着东条不松手。东条拼命挣扎，可对方根本没打算放人。这下早田算是撞枪口上了。会长带着人马直接杀到，赶在这一带动他的人，这帮混混今天一个也别想跑。手下急着要拿家伙救场，会长却突然伸手拦住了所有人。这种小孩子的打闹，咱们没必要掺和。但紧接着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了金柳成，这个年轻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实在是太不对劲了。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压迫感，让见惯了大场面的会长
都定在原地。这种感觉他以前绝对在哪里经历过。会长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那是被称为破坏神的男人伊凡。当初面对那个怪物的时候，那种几乎让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他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种感觉竟然再次出现了，而且就在眼前这个少年身上。金柳成现在的气场，竟然和那个怪物如出一辙，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本以为只是个厉害点的学生，没想到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。据他的原著剧情，据他的条条框框，金柳成现在什么都不想管了。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把眼前的这堆垃圾彻底清理干净。他头也不回地告诉东条：“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带龙司离开。”东条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金柳成现在的气场，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他能插手的战斗了。对付这几个杂碎，金柳成根本没打算输。对面这帮人彻底炸毛了，带头的早田一边叫嚣一边冲了上来，这速度快得离谱，漫天都是拳头的残影。旁边的小弟们看得热血沸腾，觉得自家老大这下稳赢了。毕竟在这种密集的攻势下，谁都不可能躲得开。早田也以为自己得手了，对面那小子连动都没动一下，可打着打着，他突然发现哪里不太对劲，这手感完全不对。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难道自己根本就没打中？这下轮到对面彻底破防了，打了这么多下，金柳成竟然连躲都懒得躲，简直就像是在给人家挠痒痒。早田彻底急了，使出全身力气砸出一拳，这一记重击结结实实地直接闷在了金柳成的脸上。旁边的东条吓得大喊出声，这一拳的力道，普通人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可结果呢？金柳成只是微微低了低头，连身体都没晃一下，额头上那点微不足道的伤口，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危险了。早田这下终于意识到，他惹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。既然你已经打完了，那现在轮到我了。金柳成冷冷地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正当防卫的时间。早田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一记重拳已经到了眼前，这一拳的力量大得让人根本无法招架，没有任何悬念，早田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在金柳成的逻辑里，所谓的正当防卫通常只需要这一拳就足够解决所有麻烦了。打完这一拳，金柳成直接收手了，用他的话说，再多打一下那可就是防卫过当了。刚才还叫嚣的小弟们，这下全瘫在了地上，看着彻底凉凉的老大，他们连头都不敢抬。金柳成冷冷地盯着这群人，既然敢动他的朋友，那就要有付出代价的觉悟。结果这帮人也是没出息，眼看打不过，居然开始搬背景，嚷嚷着自己老爸是高官，还要打电话报警。听到这种话，金柳成只觉得无聊，这种反派的老套台词他早就听腻了。既然嘴上说不通，金柳成决定亲自动手帮他们长点记性。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几个人，转眼间就被全部放倒，巷子里只剩下此起彼伏的求饶声。看着金柳成周身散发的紫色气场，这帮人终于意识到，眼前的男人根本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。滚吧！金柳成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要是再敢出现在我朋友面前，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听到这道特赦令，几个人哪里还敢停留，连滚带爬的消失在视线尽头，生怕他会突然反悔。金柳成满脸是血，李湘急得大喊着冲了过来，他自己倒是一脸淡定，好像根本没发现额头在流血。李湘心疼坏了，金柳成居然还开玩笑说舔一舔伤口就能好。这话一出，李湘彻底炸毛了。被强行拽去药店的路上，金柳成心里直犯嘀咕，认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。两人正走着，突然看到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东条和龙司，但这气氛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。那边的两个人一个低着头，一个看向别处，尴尬的空气都要凝固了。金柳成赶紧拉住李湘，这种时候还是别过去凑热闹了。东条终于摊牌了，他满心期待的表白，希望能和龙司正式交往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句对不起，龙司直接拒绝了他。东条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平时太像个假小子，只要能在一起他什么都愿意改。可龙司却说这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他心里早就有人了。原来他小时候就答应过要娶另一个女孩，龙司把话挑明了，在没见到那个女孩之前，他谁也不想谈。东条这下彻底没戏了，他小声问了一句，你就真的这么放不下他吗？结果龙司自己也说不准，他只记得小时候真的好喜欢，对方离开的时候他感觉天都塌了，这种忘不掉的过去成了两人之间翻不过去的山。东条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，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初恋？龙司没有否认，亲口承认了那个女孩的地位。这下东条彻底死心了，他站起身笑着说自己会退出，还约好学校再见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躲在旁边的李湘和金柳成全看在眼里。金柳成放心不下，决定跟过去看看情况。李湘还没反应过来，金柳成就打算一个人先溜了，连多待一秒的意思都没有。他只丢下一句学校见。李湘完全搞不懂，他明明只是个旁观者，怎么看着比谁都难受。而另一边的车站，东条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，刚才表白失败的打击，这会儿才真正让他缓不过劲来。谁能想到金柳成居然真的跟了过来，正好撞见东条一个人在长椅上抹眼泪。他走过去问了一句，你没事吧？东条还在死鸭子嘴硬，反问他自己看起来像没事的样子吗？金柳成也是个直男，直接回了一句我又不是瞎子。这下东条更觉得丢人了，毕竟他从来没在别人面前这么狼狈过。金柳成赶紧安慰他说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没必要觉得不好意思。可朋友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简直太扎心了。谁能想到跟踪的人竟然被抓了个正着。东条突然回头，直接点破了金柳成和李湘的小动作，既然被识破了，他也只能老实承认。东条苦笑着说自己又不是木头人，怎么可能发现不了。他反倒觉得有点
过意不去。明明大家帮了这么多忙，结果最后还是搞砸了。其实，在那一刻他就看清了，龙四的心里早就被塞满了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都根本挤不进去。东条觉得心口疼得要命，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，就像是心里缺了一块，怎么补都补不回来。金柳成就在旁边守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种事谁也没法替他分担，他终于还是彻底崩了，对着空气大声喊道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啊！”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金柳成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有多离谱。他一直觉得不管是东条还是李湘，都只是漫画里的虚构角色，所以他总是在心里跟所有人划清界限。他以为只要保持礼貌，就能当个合格的旁观者。可看着东条刚才痛苦的样子，他彻底动摇了。如果真的只是纸片人，怎么可能流露出这么真实的情感？这种钻心的疼觉，对不是能演出来的。金柳成突然开口，叫东条赶紧起来，别在这儿干嚎了。他一本正经的警告，要是再这么喊下去，邻居肯定要报警抓你扰民。东条一下子没忍住，直接破功笑出了声。谁能在这种时候说出这么煞风景的话？金柳成倒是一脸淡定，说他笑起来才好看。既然哭够了，那就赶紧回家。他顺手脱下外套，把外套往东条手里一塞，不由分说的要带他去 KTV。这种时候躲起来哭没用，大声喊出来才是最好的药。他解释说，只有把心里的委屈和不甘全喊出来，才能真正面对现实。东条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这个少年真是个怪咖。但金柳成心里很清楚，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，只要不把对方当成漫画里的角色，而是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只要用心去对待一切，就都有了答案。看着东条渐渐恢复精神，金柳成这下彻底想通了，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纸片人，他们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。躲在暗处的守卫们看到这一幕都沉默了，谁能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少年，竟然能把小姐照顾得这么好？带头的男人推了推墨镜，忍不住感叹，金柳成这小子确实不错，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，像他这么靠谱的人已经很难遇到了。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不少。东条身边能有这样一个人，或许真的是件好事。男人看着金柳成的背影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如果是这小子的话，以后肯定还会再见面的。画面一转，刚才还哭哭啼啼的东条，现在已经在 KTV 彻底玩嗨了。他拿着麦克风疯狂输出，还嫌金柳成的助威声不够大。金柳成现在后悔也晚了，这都整整3个小时了，这姑娘难道是铁打的吗？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累？而另一边，李湘还在家里干等消息，看着手机屏幕一脸担心。他哪能想到这两个人现在正闹腾的欢呢？李湘这回总算进屋了，但这房间的冲击力确实有点大，这哪是男生的卧室啊，简直就是个小型健身房。金柳成在一旁赶紧解释，真不是所有男生的房间都长这样。李湘这好奇心也是没谁了，非要挑战一下高难度，结果差点没把自己给拽趴下。这玩意儿真的是给人准备的吗？金柳成一脸无奈，这哑铃看着不大分量，可一点不含糊，快赶上李湘半个身子重了。这下李湘彻底懵了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还得从放学路上那个尴尬瞬间说起。本来两人走得好好的，结果李湘的肚子突然发出了抗议，那动静大的根本藏不住。金柳成倒也干脆，既然饿了，那就直接带他去自家的餐厅吃一顿。一听说有大餐，李湘刚才那点尴尬全没了，这下可把他给乐坏了。金柳成当时想的挺简单，不就是请客吃顿饭吗？能出什么意外？结果他还是低估了李湘的战斗力。两人刚到这家餐厅，李湘就开启了扫荡模式。这吃相简直比专业吃播还要专业。一顿风卷残云之后，再灌下一大口冰可乐，李湘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他这嘴也是真的甜，对着老板娘就是一通猛夸，把人家哄得合不拢嘴，非要再给他多加几个菜。金柳成还在那儿琢磨呢，李湘这胃口是真好，连母亲都被他给收服了。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李湘直接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说要换个地方继续聊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去金柳成的房间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，看来还是他想的太简单了。本以为只是吃顿饭，结果现在倒好，直接把人领进自己屋里了。他端着饮料走到门口，心里还在打鼓。李湘一进屋就翻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他拿着一本恋爱漫画，笑的那叫一个意味深长。金柳成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，总不能说这是为了研究恋爱技巧才特意买回来的参考资料吧？见他不说话，李湘还故意逗他，说他平时看着挺正经，背地里居然喜欢看这种。金柳成干脆放弃了抵抗，反正这种事越解释越像是在掩饰，多看点恋爱题材对他来说确实没坏处。就在这时，李湘突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套不得了的宝贝，那是金柳成最心爱的黄金武士。这下可算是找对共同话题了。李湘兴奋的不行，原来两人不仅胃口合得来，连看漫画的品味都一模一样。尤其是看到那一排出版漫画，李湘整个人都坐不住了。这些可都是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稀罕货，看来今天这一趟，李湘是真的来对地方了。金柳成这回是真遇到本命了，对着这本漫画一顿猛夸，从画风到结局，简直把它当成了艺术品。他越说越起劲，连里面的伏笔和心理描写都能讲得头头是道，这副狂热的样子，把旁边的李湘都给看呆了。李湘心里还在感慨，头一回见到比自己还迷这本漫画的人。他随口冒出一句，说他老爸要是知道了，肯定特别开心。金柳成当时就懵了，这跟他老爸
有什么关系？结果李湘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石化。原来这本神作的作者竟然就是李湘的亲爹岸本无史，那个传说中的漫画家居然是李湘的老爸。金柳成这下彻底懵了，仔细一想，这事儿早就有苗头了。新岸本也就算了，李湘这头金发刚好对上了漫画家夫人的身份，这种漫画里的老套剧情居然真让他给碰上了，怎么就没早点发现呢？关键是黄金周他还要去李湘家里，那岂不是能见到偶像本人了？金柳成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扯着嗓子问李湘，到时候能不能帮他要个签名？李湘虽然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爽快的答应了。李湘答应要亲自引荐，金柳成这下简直要了疯了，这就是追星成功的最高境界吗？兴奋之余，他突然好奇一件事，既然老爸名作那么多，为什么李湘偏偏最喜欢这一部？李湘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说最近越看越顺眼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金柳成也没多想，觉得神作嘛，招人喜欢也是理所应当。结果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讲起剧情，却没发现李湘看他的眼神早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李湘心里一直藏着个小秘密，他之所以这么迷这个主角，全是因为那份安全感。那个在故事里拼命保护朋友的男人，简直帅呆了，就像当初金柳成挡在前面，霸气的不准任何人碰他的朋友，这种既可靠又温柔的感觉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李湘看着漫画，心思早就飞到了别处。原来他喜欢的并不是什么虚构的英雄，而是那个像极了主角的身边人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金柳成刚回学校就被西园寺给拦住了。原来是之前答应过他要在黄金周期间帮忙，这下可好，时间刚好跟李湘那边撞上了。西园寺说到时候会有俄罗斯的交换生过来，想请他一起去选个见面礼。金柳成虽然心里犯难，但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先硬着头皮应下来。一边是偶像老爸，一边是西园寺的委托，这黄金周还没开始，麻烦事儿就已经找上门了。西园寺提议就在黄金周第一天，金柳成没多想，觉得既然答应了就帮个忙吧。结果对方一听他点头，整个人简直要乐坏了，还非要拉钩，保证不许反悔。这反应确实有点反常，但金柳成现在顾不上这些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大问题，原本答应李湘的时间正好也是这一天，看来得赶紧找李湘商量，把见面时间往后挪一挪。只是不知道李湘听到这个消息会是什么反应。学校里突然传开一个消息，那两个到处惹事的混混竟然集体消失了。听同学说，这两个人走得特别匆忙，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，就像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。金柳成心里最清楚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，没了这些苍蝇在身边乱转，李湘和结花总算能清静了。麻烦虽然解决了一桩，但接下来的黄金周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老师走进教室，招呼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。他笑着说：“行了，别闹了，赶紧把英语课本都翻开。”新来的英语老师七苗瑞希正带着大家读课文，他看了一眼日期，随口点了一个学号24号。前排的男生吓得不轻，结果老师话锋一转，让坐在他身后的同学来读。金柳成站了起来，开口就是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这一下全班的目光都变了，这发音简直比磁带还标准，老师都有点不敢相信，赶紧又追问了一个难题。结果金柳成对答如流，连语法细节都无可挑剔，老师当场愣在原地，过了好半天才带头鼓掌，直呼这就是满分答案。李湘更是满眼崇拜，这英语水平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可金柳成却觉得老师刚才那个反应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老师本来想接着讲课，结果话才说了一半就开始语无伦次。金柳成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位英语老师明显已经乱了阵脚。看来之前的直觉没错，这根本不是在讲课，他分明是在害怕金柳成。走在学校走廊里，金柳成简直就是个活传说，有人说他是黑帮接班人，还有人说他一个人能打50个，吓得周围同学根本不敢抬头。金柳成也很郁闷，连老师见了他都乱了阵脚。他心想，以后得表现得像个普通学生才行。可就在这时，七苗瑞希在办公室查到了他的档案。这一看不要紧，老师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哪里是什么校霸，这分明是个全额奖学金、年年拿第一的顶级学霸啊！七苗瑞希现在彻底脑补过头了，档案里是满分学霸，传闻里却是黑帮大佬，他甚至怀疑金柳成是在扮猪吃虎。就在这时，金柳成突然出现在门口，老师吓得差点跳起来，一边语无伦次的打招呼，一边拼命解释自己没看档案。这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金柳成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已经完全确定了，这位老师是真的怕他怕到了骨子里。金柳成这次是来谈前途的。七苗瑞希虽然心里打鼓，但还是强装镇定问他的打算。金柳成想了想说，要是以后实在没出路，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业了。听到继承家业这4个字，老师的脑补瞬间又失控了。在他眼里，这哪是继承家业，这分明是要回去接管黑帮。他壮着胆子问了一句，你家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结果金柳成一脸无辜，说家里只是开小饭馆卖定时的。一听说家里只是开小饭馆的，七苗瑞希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甚至还客气的想去捧个场。误会解开后，话题总算回到了正轨。老师问他以后想学什么专业。金柳成虽然是个理科天才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老师彻底陷入了沉思。他说不能因为擅长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他真正想追求的是内心深处那个唯一的答案。七苗瑞希被这句话戳中了心窝子，他感叹说擅长和喜欢确实是两回事，就像他自己，其实最初根本没想过要当老师。谁能想到这位平时一本正经的七苗瑞希，年轻时竟然是个资深动漫宅，甚至还梦想过要当配音演员。
他把这个藏了很久的秘密全都告诉了金柳成，还想起了当年他第一次对别人说出梦想时的场景。当年七苗瑞希也面临过同样的选择，老师劝他找个安稳的工作，说爱好这种事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他当时觉得听老师的准没错，可真到了大学，后悔的感觉瞬间就上来了。人生明明是自己的，怎么能因为别人一句话就随便定死？所以他现在特别严肃地告诉金柳成，一定要想清楚再做决定。这不是什么老师的教导，而是一个走过弯路的人最真心的告诫。七苗瑞希最后叮嘱，这可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，一定要记在心里。金柳成恭恭敬敬递到了谢，看来这次谈话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。可他前脚刚走办公室的气氛就变了，同事凑过来小声打听，刚才那个是不是传闻中那个黑道家族的继承人？同事还在那神秘的八卦，说金柳成背景不简单，又是黑道继承人，又是打架狂。结果七苗瑞希直接给否了，说那些传闻全是误会。在他眼里，金柳成其实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。这下同事也被说的没词了。七苗瑞希笑着感叹，以后再也不能随便看人下菜碟了。黄金州的浅草寺全是人，金柳成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还觉得自己表现不错。结果刚看到西园寺的背影，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对方一回头就变了脸。西园寺指着他大喊：“你怎么才来？知不知道自己迟到了？”金柳成这下彻底懵了，明明是提前到，怎么反而成了背锅的？这西园寺也太霸道了，明明还没到约定的时间，金柳成却被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西园寺一脸理所当然，说跟女孩子见面起码得提前半小时到场。金柳成表面在道歉，心里全是问号，那直接约早半小时不就行了？闹了半天原来是在这等着呢。他非要金柳成请客吃冰淇淋，为了赶紧结束这场闹剧，金柳成只能自认倒霉，乖乖过去买单。可冰淇淋都吃完了，两人还在街上瞎转悠，根本看不出要去哪。金柳成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咱们不是要买礼物吗？”看对方这心虚的样子，金柳成心里彻底凉了，这哪是带路，这分明是把正事忘光了。原来这场约会背后还有高人指点，管家和女仆正躲在暗处，全程远程操控。女仆在耳机里拼命叮嘱，一定要表现得自然点，多展示一下女孩子的魅力。结果这位大小姐转头就看中了一尊大金佛，还觉得这玩意儿适合当礼物。金柳成看了一眼价格，整个人都麻了，这哪是买礼物，这是要破产的节奏。女仆在后台气得够呛，赶紧提醒他正事要紧。再看看旁边的金柳成，人家都无聊的开始玩手机了，这下麻烦大了，连对方的注意力都抓不住，这约会还怎么往下演？眼看气氛不对，西园寺赶紧找个借口开溜，拉着金柳成转头就跑，留下店主一个人在原地发呆。其实这都是后台的指令，女仆在耳机里疯狂指挥，让他们赶紧换个地方去买更有女人味的传统和服。进店之后，西园寺又开始起范儿了，为了挽回刚才丢掉的面子，他直接让店主把最好的拿出来。店主一听这话，整个人瞬间燃起来了，直接掏出了店里的镇店之宝，这一件衣服竟然要50万日元。金柳成在旁边听得直发懵，这哪是买衣服，这分明是在烧钱啊！这位大小姐挑剔得很，看了一件又一件，总觉得差点意思。金柳成在旁边等的都没脾气了，最后总算剩下了2件。店主提议，既然拿不定主意，不如直接试穿看看。金柳成也觉得有道理，毕竟穿在身上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。可谁能想到这店里竟然另有乾坤。刚进后间，店主竟然当场撕下了面具，这哪是什么老板娘，分明是女仆美波假扮的。原来为了这场约会，连忍者神功都用上了，不仅租下了整家店，还要亲自动手，要把大小姐打造成全场焦点。看来接下来的场面，金柳成怕是要招架不住了。金柳成正打着游戏呢，结果门一开，他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刚才还觉得这衣服贵得离谱，可当西园寺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抱怨全都消失了。这钱花得确实值。西园寺小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”金柳成半天才回过神来，直接来了个直球，说他穿这身真好看，特别适合他。这句话一出，屋里的气氛瞬间就不一样了，两个人都沉默着没说话。西园寺这下可得意坏了，拿着扇子在那儿疯狂显摆。金柳成也很给面子，直接夸她是全场最美。表面上他还挺淡定，说要去换下一套浴衣，让金柳成在外面乖乖等着。可谁能想到这门一关上，他整个人就彻底破防了。刚才那句夸奖后劲儿太大，他现在脑子里全是乱的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下想低调都难了。西园寺这长相本来就扎眼，再加上是从豪车里下来的，满大街的人全在看他。金柳成心里直犯嘀咕，这阵仗也太大了。西园寺倒是挺淡定，说既然衣服买完了，干脆先去吃个午饭。金柳成有点接不住话，这消费水平确实让他压力山大，而且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，好像有人在盯着他们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金柳成猛地回头，结果虚惊一场，只是路人在自拍。他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自己太敏感了。刚才那对路人情侣根本就是演戏，这2个西园寺家的随从居然在后面偷偷跟踪。美奈美吓了一跳，刚才差点就被金柳成发现了。新二郎还在旁边埋怨，说让他别靠那么近，但他自己为了拍清楚照片，其实比谁都拼命。看着镜头里的金柳成，新二郎心里酸得不行，这小子到底哪点好，竟然能让西园寺这么看重，简直是走了大运。美奈美赶紧提醒他，心里再怎么不爽，也千万别在西园寺面前露馅，毕竟现在的任务是全程盯着这2个人。两人一边斗嘴一边跟上去。金柳成带西园寺来到一家拉面店，说这是他经常光顾的老地方，
刚安顿好西园寺点餐，他就借口要去趟洗手间，结果门外的跟踪二人组出事了。新二郎突然捂着肚子，疼得话都说不利索，看来是刚才在神社贪吃，那只冰淇淋肯定有问题。美奈美在旁边一脸嫌弃，吐槽他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偏偏这时候西园寺准备开饭，盯梢的任务正到紧要关头，新二郎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连声道歉之后，拔腿就往厕所冲，留下美奈美一个人在原地凌乱。这下跟踪计划全乱套了，原本严密的监视，竟然因为一个冰淇淋，瞬间出现了大漏洞。新二郎刚在洗手间松了口气，觉得这下总算活过来了，结果一抬头，正好撞见进门洗手的金柳成。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跟踪的人和被跟踪的人居然在男厕所碰头了。新二郎吓得直接叫出了声，金柳成也懵了，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。西园四海在餐厅里等着，看金柳成回来，还笑着跟他打招呼。金柳成这招简直太绝了，他不仅没拆穿跟踪的人，反而直接把新二郎和美奈美带到了西园四面前。他笑着跟西园四解释说，在洗手间刚好碰到新二郎，既然大家都在中野，干脆就凑一桌吃个饭。西园四表面上还得装大度，笑着说真是太巧了，其实心里早就彻底抓狂，这跟计划好的完全不一样。原本期待的浪漫二人约会，瞬间变成了四人聚餐。看着这尴尬的四人位，西园四整个人都麻了。美奈美赶紧凑过去小声道歉，说都怪他那个笨蛋哥哥，在洗手间撞个正着，这下约会算是彻底泡汤了。既然都坐下了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金柳成看西园四盯着拉面发呆，随口问了一句，你该不会是头一回吃这东西吧？西园四有点不好意思，承认自己只在电视上见过。这话可把旁边的新二郎气坏了，觉得金柳成简直是在羞辱西园四，这种庶民食物怎么能入他的口？可还没等新二郎发作，西园四已经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他整个人都精神了，只夸这汤头好喝的不得了。金柳成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看来这招歪打正着，原本尴尬的四人局竟然被一碗拉面给化解了。西园四吃的那叫一个香，完全没了平时高冷的样子。这顿饭虽然吃得意外，但气氛总算是缓和了下来。几个人转场去了游戏厅，西园四盯着娃娃机里的公仔，试了好几次都没抓着。另一边，金流成居然在格斗游戏上栽了，新二郎笑的那叫一个狂，说他这水平简直没眼看。谁能想到堂堂吉阳体质的大佬，居然被个游戏机给难住了？这下金柳成的面子算是彻底挂不住了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游戏了。新二郎在屏幕里疯狂挑衅，甚至还拿西园寺的事来扎心。金柳成这下是真的火了，发誓一定要让他好看。新二郎倒是稳坐钓鱼台，觉得金柳成就是个愣头青，竟然敢肖想西园寺的爱，非要在游戏里把他那点自尊心彻底踩碎。结果第一局刚开始，金柳成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新二郎笑的那叫一个嚣张，让他有多少本事尽管使出来，反正最后都是个输。可谁能想到局面突然来了个大反转，金柳成找准机会一通乱按，竟然直接把新二郎给反杀了。看着屏幕上的大字，新二郎整个人都傻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新二郎，这下彻底破防了。金柳成可没打算放过他，一边疯狂嘲讽，一边问他刚才那股劲儿去哪了。这打脸来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新二郎这下彻底破防了。游戏输了不要紧，但他这面子实在是挂不住。他指着旁边的测力计大喊，咱们来比点真新二郎的东西。金柳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拽到了拳击机面前。新二郎一脸严肃地说，刚才那只是动动手指，现在才是真刀真枪的较量。说完他竟然开始解扣子，看这架势是要动真格了。他觉得凭自己的块头绝对能把这小子给秒了。新二郎这下是彻底疯了，为了找回刚才丢掉的面子，竟然当众把衣服给掀了，露出一身夸张的腱子肉在那疯狂显摆。旁边的西园寺和美奈美简直没眼看这个显眼包，美奈美更是直接吐槽，这简直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。金柳成整个人都懵了，明明只是在玩游戏，怎么突然就要比身材了？他赶紧摆手说自己压根没答应要比这个，可新二郎根本不听，反而步步紧逼，甚至开始冷嘲热讽，说要是现在认怂，那可就太让人失望了。新二郎这下是彻底豁出去了，为了挽回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他直接使出了激将法。他冷笑着说，我可没把你当成那种不敢接受挑战的怂包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。新二郎显然是想给金柳成一个下马威，他直接放话让金柳成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全场直接炸锅了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新纪录，压力现在全给到金柳成这边了。新二郎直接指着金柳成的鼻子说，该轮到他上场了。旁边的西园寺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甚至放话打坏了他们买单，这下是真被架上去了。虽然有人在旁边急得不行，但金柳成只能无奈地应了下来。看来这手是不出不行了。他现在担心的根本不是分数，而是这身体有点离谱。在这个奇怪的漫画逻辑里，他可是自带肌肉猛男光环的，这一拳要是真砸下去，这机器怕是的当场碎成渣。既然躲不掉，金柳成索性豁出去了，反正这机器横竖都要坏，不如坏得漂亮一点。这一拳带出的动静根本不像是在玩游戏，简直是现场拆迁，整台机器都在剧烈晃动。新二郎还在旁边纳闷，这一拳到底打到哪了？结果仔细一看，里面的金属支架竟然都被打弯了，屏幕上显示的居然是0分。新二郎还在这儿嘲笑他垫底，却根本没意识到这台机器已经彻底报废了。美奈美还在旁边不停埋怨，觉得金柳成刚才那一拳根本没走心。金柳成也没打算解释，只要能把这事儿糊弄过去，丢点面子
也无所谓。谁知道这机器实在不争气，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声，受力把竟然当众掉在了地上。对面的新二郎倒是挺会找台阶，墨镜一戴，派头十足，直接宣布今天就算个平局，还放狠话，下次要彻底赢回来。金柳成也只能无奈的应着，只要不用他当场赔钱，这结果已经比预想的好太多了。刚才闹得确实有点凶，金柳成提议，既然大家都聚齐了，不如去拍个大头贴留个念。这个主意一出，大家伙儿立马就来了兴致。平时一个个看着挺严肃，这会儿全挤进了窄小的拍照亭，随着快门声咔嚓咔嚓响个不停，这几个人是彻底玩嗨了，又是戴兔子耳朵，又是换搞怪墨镜，连平时的偶像包袱都顾不上了，各种搞怪动作层出不穷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轻松。看着手里刚打印出来的照片，刚才那些不愉快早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虽然过程有点鸡飞狗跳，但这一刻的开心倒是真真切切的被定格了下来。看着刚洗出来的照片，美奈美还在那儿纠结自己的表情。其实这种打打闹闹的氛围才是最难得的。金柳成提议趁着兴头，干脆再去唱个歌，大家伙儿一拍即合，直接转战 KTV。谁能想到平时一脸严肃的新二郎一拿起麦克风就像变了个人，这哪是在唱歌，简直是在用生命嘶吼。就在大家快被震聋的时候，旁边的西园寺接过了麦克风，这一开口，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这反差实在太大了，刚才还是群魔乱舞，现在简直是专业歌手现场，所有人听得都愣住了。金柳成和西园寺这首合唱直接把气氛推到了最高点，大家伙儿全都跟着起哄。狂欢过后，城市终于安静了下来。金柳成把人送到车门口，简单交代了几句，这一整天的折腾总算告一段落。西园寺坐在后座，心里还在回味刚才的开心，可一抬头看见前面坐着的美奈美和新二郎，这两个人已经彻底累瘫了。看来今天这一出确实把这两位保镖折磨得够呛。美奈美和新二郎这会儿有点坐立难安，觉得刚才光顾着玩，关键时刻差点掉了链子，正忙着跟西园寺道歉呢。结果西园寺不但没生气，反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这一句没关系简直像给两人吃了定心丸。回想起刚才和金柳成一起闹腾的画面，那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轻松也是最像自己的时刻，这种简单的快乐真的太难得了。看着手机里那张搞怪的合照，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这种日子以后怕是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珍贵。其实他们三个人的缘分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不管身份怎么变，这份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才是谁也抢不走的宝藏。西园寺看着身边的新二郎和美奈美，轻声说了句谢谢，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，这一整天的经历已经成了他心里最宝贝的回忆。这话一出，两个保镖直接破防了，当场表态要追随西园寺一辈子。刚才那点自责和疲惫瞬间全变成了感动。西园寺笑着安慰他们，说以后机会还多的是，下次约会的时候还得靠他们两个继续帮忙呢。车子在夜色中远去，气氛看起来温馨又美好。大半夜的，岸本无史正一个人在屋里忙活，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李湘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看着兴奋的镜头，显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。他急吼吼地问：“明天那个重要的日子，您该不会还没准备好吧？”岸本笑着放下了手里的活儿，说：“这段时间耳朵都快被他念叨出茧子了，怎么可能记不住那个叫金柳成的年轻人？明天就要正式登门了。”到了约定的日子，金柳成准时出现在李湘家门口，可一抬头，眼前这个男人让他瞬间感觉压力山大。金柳成赶紧恭敬的行礼：“岸本先生，见到您是我的荣幸。”对方倒是挺随和，笑着夸他长得像热血漫画里的男主。但金柳成心里很清楚，眼前这位身份绝对不简单。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和蔼的大叔，竟然就是漫画界的大神，传说中的无史老师。岸本无史热情的把他往屋里领，还开玩笑说家里那位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一进门，李湘和妈妈玛利亚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一桌子菜简直比艺术品还要精致，招呼他赶紧动筷子，别等饭菜凉了。金柳成哪见过这阵仗，这职业级的厨艺让他一时间有点受宠若惊。但这顿饭真的只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？岸本无史突然话锋一转，说李湘最近经常提起他，这语气听着可有点耐人寻味。当爹的直言不讳，说这是女儿第一次跟男孩子走得这么近。金柳成这下压力山大，赶紧解释说两人只是普通朋友，当初也就是顺手帮个忙。李湘在旁边急得不行，埋怨老爸太啰嗦，非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尴尬。虽然岸本无史笑着打哈哈，说自己只是当爹的瞎操心，但这场男人之间的较量恐怕才刚刚开始。岸本无史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突然理解了当父亲的心情，要是自己有这么个宝贝女儿，看哪个男生恐怕都像是在防贼。李湘被老爸说的急火攻心，一直在旁边埋怨让他别再乱说话了。岸本无史看着女儿，总觉得她还是那个跟在屁股后面撒娇的小女孩。那时候的李湘还抱着玩偶大喊着长大以后要嫁给爸爸，可一转眼的功夫，当年的小棉袄竟然已经带了男孩子回家。岸本无史收起思绪，盯着眼前的金柳成说：“听说你还是我的粉丝？”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岸本无史突然主动发出邀请，问金柳成想不想去工作室看看，这可是偶像的私人领地，机会实在太难得了。金柳成整个人都乐坏了，这简直就是追星成功的巅峰时刻，他忙不迭地跟了上去。李湘在旁边看着他那副样子，问他至于这么高兴吗？金柳成一脸认真，毕竟这可是他最崇拜的人。
可等李湘推开那扇门，金柳成直接在门口站住了。这哪是什么工作室，分明是李湘的私人闺房。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。看着满屋子的少年漫画，金柳成简直不敢相信李湘的爱好居然这么硬核。李湘笑着说：“每个第一次来的人都会被吓到。”随后他打算去拿点喝的，临走前还不忘叮嘱：“千万别在房间里乱动。”屋里一下子只剩金柳成一个人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女孩子的闺房。为了缓解这种莫名的紧张，他赶紧掏出手机，打算玩会儿游戏压压惊。结果刚打开屏幕，玛利亚推门走了进来。他笑着纠正金柳成的称呼，让他直接叫自己的名字，毕竟叫阿姨实在是太显老了。还没等金柳成反应过来，玛利亚就神秘地掏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，说要带他看看李湘的黑历史。这可是李湘从小到大的照片，从蹒跚学步到调皮捣蛋，全都被老母亲给出卖了。可翻着翻着，突然提到了一个地方，那是李湘曾经去过的漫展。金柳成彻底坐不住了，那个看起来乖巧的李湘，竟然还有这种不为人知的过去。玛利亚自曝以前是个资深玩家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带女儿一起出片。金柳成看着照片里母女俩的打扮，觉得这漫画家的基因果然强大，黑历史怕不是家族遗传的。玛利亚却说这还不算什么，真正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。他翻开新的一页，照片里的李湘一身哥特装扮，甚至还戴着个眼罩，这妥妥的中二病晚期啊！就在这时，李湘突然冲了进来，看到亲妈正在展示自己的黑历史，她整个人都傻眼了，大声质问是不是全给人家看了。玛利亚倒是特别淡定，笑着回了一个字：对啊。这下李湘想钻地缝的心都有了。李湘这下彻底急了，抓着金柳成拼命解释，说那些黑历史全是青春期的冲动，现在的他早就金盆洗手了。金柳成哪敢说半个不字，只能顺着他的话点头。结果玛利亚更绝，临走前还不忘补一刀，让他们两个在屋里好好玩。李湘气得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老妈赶紧消失。随着房门关上，屋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刚才还闹腾的不行，现在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李湘小声试探着问：“能不能把今天看到的当成秘密？”金柳成赶紧保证，说自己绝对不会往外传。虽然得到了承诺，但李湘心里还是委屈的不行。这下在人家面前，真是一点形象都没了。看着李湘尴尬到想钻地缝，金柳成赶紧开口安慰，说谁还没个中二病的过去，这种事其实挺正常的。李湘却根本不信，觉得像他这种看起来很酷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这种黑历史？金柳成无奈的笑了笑，坦白自己当年其实更严重，甚至到了没救的地步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，他直接掏出手机，提议让李湘看看他当年的照片。随着屏幕亮起，金柳成展示出了那张隐藏的照片。李湘看清之后，整个人彻底沉默了。李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照片里这个捂着脸的中二少年，居然就是眼前的金柳成。这尴尬到抠脚的姿势，简直是黑历史的天花板。李湘一边看一边感叹，明明小时候看起来又瘦又小，怎么现在长成了这种肌肉猛男？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金柳成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，当时觉得自己太弱小了，所以才拼命健身，想要变强，结果一不小心就练过头了。李湘听完反而觉得有点遗憾，要是能早点认识他就好了。金柳成笑着反问：“难道现在的我不够好吗？”李湘这下是真的急了，为了反驳金柳成，他脱口而出说自己最喜欢现在的他。这句话一出来，金柳成整个人都听傻了。李湘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赶紧死捂住嘴巴。金柳成试探着叫了他的名字，李湘却根本不敢抬头看他。刚才还尴尬的气氛，现在直接变成了暧昧。李湘突然大喊一声，说只把他当成好朋友。金柳成只能尴尬的跟着点头，嘴上不停重复着好朋友。可这勉强的笑声，谁听了都觉得不对劲。热闹过后是死一般的沉默。金柳成先开了口，打破了刚才那种尴尬的局面。他特意感谢李湘今天的邀请，还说这一天他永远都不会忘。李湘也赶紧顺着话茬往下接，大方的表示只要他愿意，这里的大门随时为他敞开。既然对方都主动给了台阶，那这段关系看来还没到大结局。夕阳西下，金柳成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回个家。毕竟明天李湘就要去夏威夷旅行，这一走就是整整1个礼拜。李湘还开玩笑问他，见不到面会不会偷偷躲起来哭？金柳成倒是难得认真了一回，说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就算由他也会游到夏威夷去救他。虽然听着有点离谱，但李湘心里明白，这个男人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。一句简单的学校见，让李湘在原地愣了好久。看着金柳成远去的背影，他现在根本没法淡定，这个男人总是能把气氛搞得这么微妙，让人想躲都躲不掉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原来两个人的家离得这么近，坐车也就2站地的距离。李湘总觉得自己做的这点小事不算什么，但在金柳成眼里，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要。其实李湘心里一直记着他的好，在那次挤得不行的车厢里，是这个男人一直把他护在最安全的位置。为了不让他走丢，他甚至主动牵起了他的手，而且全程都没有松开过。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的细节，让李湘发现金柳成这个男人真的比想象中还要温柔。黄金周的第5天，金柳成一个人在秋叶原逛街，刚买完心仪的漫画，正琢磨着去哪填饱肚子。本来打算去常去的那家拉面店，结果还没等他迈开腿，身后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伴随着一声尖叫，有人让他赶紧让开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这大白天的，到底是谁在街上这么横冲直撞？本来走得好好的，谁能想到墙后面会突然飞出个人来？金柳成连躲的机会都没有，
就被对方撞了个正着，这落点实在是太尴尬了。他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金柳成刚把人救下来，结果这小姐不但不领情，还一脸嫌弃的咂了咂嘴。还没等他开口抱怨，远处突然冲出一群黑衣人。少女二话不说，拉起金柳成就开始狂奔，根本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。眼看前面就是死胡同，少女却突然换了方向，这下金柳成彻底被带偏了，莫名其妙就被卷进了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里。两人一头扎进路边的拉面店，借着桌子的掩护，总算是躲过了那群黑衣人。看着追兵跑远，这才有机会喘口气。少女笑着道谢，可金柳成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现在只想知道这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会被人满大街追着跑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对方是个外国人。可每当提到那些追兵的身份，他就开始支支吾吾打马虎眼，显然没打算说实话。这种来路不明的麻烦，金柳成一秒钟都不想沾边，刚打算起身走人，结果又被对方死死拽住，这下想脱身可就难了。金柳成原本态度很坚决，这种来路不明的麻烦，他是一点都不想碰。可还没等他把话说死，对方直接使出了超能力。看着那一叠厚厚的现金，他甚至已经算好了，这能买多少本限量版漫画。刚才的坚持瞬间烟消云散，这买卖确实可以谈谈。既然拿了钱，总得知道雇主是谁。少女缓缓摘下帽子，终于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。原来她叫米拉，家里在俄罗斯，来头不小。少女低着头说，那些人是想绑架她换钱，听起来像是个俗套的豪门恩怨。可金柳成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这长相，这发色，简直跟热门动漫里的女主角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下金柳成彻底懵了，眼前的小姐竟然是那个来自俄罗斯的人气角色阿列克。